那个开始啊，它本身涵盖了很多的因缘，而每一个因缘再推出去的话，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假设有一个无始的开始，就是所谓的因缘。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最早人从哪里来？那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女娲造人啦，或是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或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造物主创造人的这种说法。那现今的科学也普遍认为说人类是演化来的，基本上是众说纷纭啦，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那就看大家想要相信哪一种。那佛教这个自诩为真理又有智慧的宗教，我很好奇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呢？好的，人从哪里来？我想这个问题呢，是每一个人呢都留存在心中的一个疑问啊。你看看，我们从小时候就常常问妈妈说：“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妈妈告诉我们说：“你是妈妈呢从肚子里面把你生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这样子就很满意了。可是呢，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对不对？我们的疑问呢就越来越多，已经不能够满足说妈妈只告诉我们说从肚子里面出来的。同样的，以前很多宗教啦，很多书啦都说呢是天地啦造人啦，或是天地里面的鬼神能够造人。以前因为民智未开，所以呢大家呢也都不疑有他，那么呢这样子都相信了。可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心存了疑问。我们这个视频呢今天呢就要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晓得这个问题错综复杂，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释得清楚，说明得明白。可是呢，既然是全人类作为大家共同心中的疑问，那么呢，我们也要在这边呢跟大家呢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呢仔细的听明白。我在想了生命从哪里来的，或是说人从哪里来的？一般来说了刚刚呢我们这个小编呢阿若也有提到了，一般来讲呢有4种了。一种呢是无因说了，无因说就是说呢人就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像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他呢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也没有人给他创造，他自己就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了，这叫做无因说了。没有因，对不对？那么呢就有果，这个在科学上呢说不过去，当作小说，对不对？来看一看可以，但是要当作真正的生命的解答，那么对于要解答我们的疑问没有什么帮助。第二种呢就是神呢他创造的，那么这个我把它归纳叫做第一因，就是有开始的第一因这样的一种论点。那么就是呢全人类都要有人创造，那这个创造者就是神。但是呢我相信呢 99.9% 的人都有一个疑问，那么这个神又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意思是讲说第一因的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因要不然这个第一因要从哪里产生呢？神创造了人，对不对？那个神又是谁创造的呢？如果你告诉我说他是自己存在的，那就等于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无因论，对不对？那神自己存在就是没有因他就有果了嘛，就是跟刚刚的孙猴子从那个石头里面蹦出来，同样是呢没有因就有果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不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的解答，丝毫没有帮助。那么再来一种呢，那就是所谓说呢外来说，这是第3种。什么叫外来说呢？今天科学家呢他们也讲到说呢地球上的生命可能是从外太空来的，因为外太空有那种陨石，对不对？
它那个陨石里面可能含有那个生命的孢子，那个生命的孢子呢，慢慢的演化就变成今天的生物，地球上那么繁杂的生物，那包括我们人也就包含在这里面了。那么这一点呢，我突然间想起了佛经里面呢也有提到，我们地球上的人他是从呢色界，佛教呢把我们这个宇宙里面呢这样的那种众生啊分成3大类，就是那个欲界，我们是属于欲界的，欲望那个欲，再来色界，颜色的色界，另外第3种就是无色界，色就有身体的。那么这个色界呢一共分有三天呢，那么这3天里面的第2天，这第2天又分3天，它这个天是一个世界的，对，就是一个空间也好一个层次也好，一种修行境界的分类的，不是 day 的那种，对对，就是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禅定功夫到什么程度，你就在那一天里面安住。那么这个色界第2层天里面的第3天，那个叫做光阴天呢，时光的光那么呢，音就是音乐的音，这个光阴天的天人呢，他们呢会飞行的，他们呢飞行到了我们这个欲界这个地球来了，在这边你又觉得这边不错，对不对？风景美妙，对不对？虫鱼鸟兽好像觉得不错，所以他们呢就留在这儿不肯走了，就待在人类了。这是佛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是生物学家，我也没有那种境界，我不能去评断它对错。我意思是讲说，外来说，佛教也有外来说这样。不过呢，他只讲到人类从哪里来，并没有讲到虫鱼鸟兽从哪里来，这个他没有讲到。那么这是第3种外来说。那么外来说呢，孢子跟陨石到地球，对不对？可是那个孢子又从哪里来的呢？照样没有解答生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不对？所以第3种也是不是很究竟。那么第4种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演化说，是，所以地球是慢慢的演化过来的，这是4种。那么呢，我在这边呢先行打住了。我底下要谈的是说呢，我从小就很喜欢跟人家辩论，也很少辩输。但是呢，每问到人从哪里来的时候，我跟基督徒、跟那个回教徒、跟那个一贯道的这些信徒们，我呢几乎招架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的？基督教他们都说呢，我们的神创造的，我们的老母娘娘创造的。可是我呢，根据我在看佛书了，我只能告诉他们说呢，释迦佛是认为说呢，无始之始，没有开始的开始了。那么他们就觉得你少给我糊弄，什么无始之始，觉得没有给出个答案的感觉。无始之始其实就是因缘说，因缘就是说呢，这个开始它没有那种绝对的，像我们现在讲说3.5分运动会开始，没有这种3.5分，因为这3.5分的开始其实里面涵盖那个运动会里面的人、主办单位啦、参加的选手啦，还有呢一直扯到最后，你会讲到那地球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地球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有举办那个运动会的场所呢？那个地点不是要牵涉到地球什么时候成立的吗？那你就时间3点半，它也不能够单独存在，因为3点半要有3点29分59秒，对不对？没有59秒，怎么会有3点半呢？同样没有58秒，没有59，没有57，就是没有58。这样一推下来，你就知道了，那个开始它本身涵盖了很多的因缘，而每一个因缘再推出去的话，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佛教呢是因为被众生问到呢烦透了，所以没有办法再讲没有假设有一个无始的开始，
要不然的话没完没了。而这个无始之始，就是所谓的因缘，涵盖很多的因缘，才有我们现在假设的一个开始。而这个因缘本身又互为因缘，这个因涵盖很多的缘，每一个缘又涵盖很多的因，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错综复杂的这些呢条件呢，因缘就条件，因是直接的，缘是间接的哦。我们知道了，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种一个丝瓜，丝瓜的种子就直接的因，日光、水分、土壤啊、肥料啊、人工啊，对不对？这些呢是间接的。如果离开了这些因缘，天地万物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都不能够成功。这是我呢从以前跟人家辩论的时候，辩到最后，我最怕人家呢跟我问说人从哪里来的。我常常在这个时候呢讲出说无始之始啊，我常常呢几乎给他辩得哑口无言，招架无力呀。那可是呢，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比较不那么样的害怕了。那么讲得好听一点，这叫做胸有成竹。老师，你跟其他宗教的信徒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你讲出因缘生的时候，其他人不能接受这个答案吗？因为如果是我，也不然就是如果一般人听起来不会觉得说佛教你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人家其他宗教至少给了一个说至少是哪个神创造，哪个神做出来的这样。是，这个问题啊，我也思考很久。是，就像以前我学佛还没有不敢讲说这是资历比较浅的时候，我就常常这样想，人家基督教呢就一部圣经，那么呢回教这个可兰经，对不对？我们佛教干嘛弄了84000法门，那个3藏12部，对不对？让我林世敏读到呢头昏脑胀。可是我现在晓得了，因为佛教呢它这个经典是来解释那个宇宙人生道理的。因为宇宙人生的问题很复杂，所以要解答的文字自然就很多，对不对？那么它要解释的面向也就很多，不能够3言2语就解答了。同样，生命何其复杂呢？生命今天呢，科学虽然说非常的进步了，可是今天的科学家他们所提出来种种的，他们还只敢说呢，这是我对于生命的起源的一种假设。所以同样的道理，佛教呢，我现在提出来这些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们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在这儿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科学家他们有那么多的理论，他们认为是假设。佛教呢，包括我刚刚讲的无始之始、因缘说，它也是一种假设。好，那为什么他们都是假设 ？OK， 你想想看，科学家啦科学家他们呢，今天呢譬如说刚刚讲的从外太空来的啦，那么认为说我们这个地球上呢，大概是40亿年前啦那么呢有很多的因素，地球的这个变化，海洋的形成，氧气的发生，对不对？那么像还有闪电啊、打雷啊这些种种的条件的成熟具足，然后就所谓的最初的那种细菌，对不对？那么最初那种单细胞慢慢的变成呢复杂，一直过来。他们认为这是怎么样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同样的，佛教里面这样的说法，说因缘说，如果你没有开悟，对不对？你对因缘也只能像林老师像我了刚刚那样子，只能说呢就是很多因缘具足的。至于是哪些因缘是不可或缺的，哪些是直接的因，我林世明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还好我在这边就一并说了，我们佛教认为佛学其实是一种假设。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学佛有4个步骤。解，先了解佛法；信，你才能够信得进去啊。讲了解佛法，你认为他没有道理，你何必信？像有些宗教我不会信，因为他们的解释，我对他们的教典，对不对？我不满意，我就不会去信。
那么佛法呢，他解释的很圆融，我认为能够说服我，所以我就相信了。所以说解在的是信，相信以后第三步行，实践力行，实践力行。那么最后一个叫做证，证明开悟正果，那就是证。我们学佛人都这样，一定要先了解佛法，然后呢才能去深信不疑，对不对？然后呢就要口说无益啊。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说食不饱，肚子饿了讲好多好多的食物，肚子也不会饱，一定要亲口去尝一尝才能够饱。所以说呢，对不对？解信行证，所以你这样想一想，佛法是不是一种假设？先假设那样，对不对？然后我们透过每一个信徒，他们修行就实验了，跟科学家在那个他们的实验室里面呢，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去证明去实验。今天科学家呢，我在想了，他们就算再过300年了，生命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也永远会停在那个假设的层次，他没有办法说这个就是答案，他没有办法。可是佛教有没有办法？有，可是要在每一个人分开的哦，每一个人亲自去证明说啊，佛的假设，因缘说的假设是成立的，是对的。譬如说我来讲呢，我现在82岁，对不对？我要活，最少要活到85岁，86岁才要往生。那我还有3年到4年的时间。3年时间呢，我一想起来有时候好高兴呢。为什么？我很喜欢念佛啊。那么佛典里面讲说，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我现在就从刚刚讲的解信行，对不对？我3年以后，2个眼睛一盖，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我在一刹那间，我到西方极乐的世界，我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说啊，佛所说的不虚？我们常常讲《金刚经》，讲说佛是不会说谎话的，佛不会夸大，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它是呢如实来形容、来描绘、来说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人生的。所以呢，我认为科学的假设来日方长，不晓得要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才能够证明。佛法呢，当下每一个人只要认真的来实践，在生活上实践呢。我们刚刚讲的布施忍辱那些有没有？精进啦、禅定啦、持戒啦、般若，这6度你例行贯彻，随时随地就可以证明到佛教的假设是真正的。讲到这里，还有些人他会讲说，那你为什么讲说呢？佛教的因缘说呢是对的，为什么你现在很有把握的？通常我都会这样子，因为他质疑我的人呢，他们不满意，我都会说，那么你如果抛弃宗教不说了你会认为今天的科学怎么说？那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他也提到了，他说呢，要有氨基酸，生命的起源你看我们从小学念自然嘛，国中念博物嘛，高中念生物嘛。我记得大学我女儿念那个医学院的时候，她就有读到生命科学了。那这里面就会提到，生命的产生一定要有氨基酸，一定要有那个细胞核，要有自己再制的能力，要有适合生命发展的星球地方呢，环境，譬如说海水，譬如说要有阳光，要有闪电打雷，对不对？这个是我粗浅的郭老师了他以前告诉我很多，但是我一时呢又忘掉了。我刚刚讲到的闪电、氨基酸啦、细胞核再制的能力啦，那么海洋啦、闪电，请问这是不是条件？是不是条件？当然是条件了。而且佛法不怕科学进步，为什么？以后就算有人把这些都推翻了，他另外一套出来，还要有这个，请问这个是不是因缘？是不是条件？也是。就算你从这原来的条件里面，你说这2个不要，你把它拿掉了，剩下的也是条件。你说应该再增加5个，无论你增加多少个了，它也是条件。
因缘的具足了。所以佛法呢很好，这个因缘说以前是以为是佛在糊弄的，让我很没有面子。我现在呢忍不住要讲，哎呀，高啊，高招！无论科学怎么样进步，怎么样呢？去否定它也好，增加好，少也好，都离不开条件因缘说。我认为我做一个佛教徒，我觉得很满意，我觉得很高兴，我很感谢释迦牟尼。好，了解。询问儒家归何处？既然径路不行路，走马山河尽收地，心系灵见菩提悟。君问儒家归何处？那我插几个问题问一下好了。其实我在想说，如果他们那些宗教讲说，人是神创造的，那神怎么来？那神是因缘生，那这样算有解释到吗？那好，他们如果愿意承认他们是因缘生，就跟佛教一样的，因为佛教没有创造主的嘛，那我们就走在一块了。问题是这些无论是一贯道的、回教的、天主教的，还是回教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没有神创造是因缘生的，神是因缘生的，这就冒赌神啊。神还要因缘去生这个神还会饶过你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绝对不会那样说的，你放心我跟你讲，佛教跟世间上的学问跟世间上的宗教不一样的只有一个，就是因缘说，缘生缘灭啊，这是佛所发现的道理。这种道理是世间的人所忽略的，从来没有人提过的，这是佛教的精神跟特色在这儿。好，了解。所以佛教的那个无实之实的因缘说，它不是敷衍糊弄的这样。那当然了就算用科学来检视它，它也站得住脚的。跟人家辩论永远不会输的真的，他是辩驳不倒的。OK， 我会跟你讲，我刚刚讲到的往生道，你每个人去往生，那是个人去体会嘛，对不对？如果今天科学够进步，能够发现西方有极乐世界，东方有琉璃光世界，对不对？宇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3000大千世界，一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佛的教化区。宇宙里面有几千万亿数不清的教化区，他们都是外星人嘛？那这个因为我没有到达那边不过还没有觉悟的都叫做众生OK 都叫众生，觉悟的人叫做佛。至于佛是以生命的什么样的形态而存在，我没有办法讲，对不对？像我们人类以前对于光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讲。有人认为是波，以为波对了，可是现在他们认为说呢，它可能呢是那种粒子，对不对？那么甚至于讲说呢，光呢它是粒子，有时候呢说呢它们是波，那么甚至有人说呢它既是波，那么又是呢粒子那么光这个科学呢越来越进步，那么有一天呢突然间发现佛所讲的这宇宙观有没有完全正确，那也说不定。好，老师，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OK， 那么呢我呢想起了这个科学家了他们现在承认了一句话，叫说呢，如果讲生命的起源，那么他们认为它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连串的演化的过程。这句话太重要了，不难懂。它不是单一的事件，譬如说某某神创造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单一的，就是呢它没有什么因缘条件，就是谁创造一句话就结束了，那叫单一事件。那么呢不是这样子，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一连串的演化的过程。听好，复杂的，这里面很多因缘现在过去未来还有很多一直在变化无穷的增减，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因缘的加减。
生命不是单一的创造，而是一连串复杂的演化过程。这句话跟佛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如果有心研究佛法的人听到科学家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佛法绝对有它的内容，一定值得你来探讨。那么我还没有讲说也值得你来信仰，因为你要呢怎么样研究清楚以后你自己去决定。我最后要告诉大家，佛法呢，佛教在印度本来没有佛教的，因为释迦牟尼并没有说他要创立佛教。释迦牟尼在印度的时候，其实他关心什么样？关心作为一个人一生里面经历那么多的烦恼，简单说生老病死就叫我们受不了了。像我现在深深的去体悟到做人真的很难熬。我上个礼拜刚刚又感冒了10几天，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好，瘦了2公斤，本来就瘦了。那么我在想，如果我到85岁的时候更老了，那时候感冒是不是更痛苦？睡不着，真的，那么头又痛。所以释迦佛呢，当时就是要解决人身肉体身心精神的这样的烦恼，他所说的佛法都为了解决当世当下的烦恼而存在的。可是释迦佛涅槃以后，到了譬如说公元1、2世纪的时候，他死掉100-200年的时候，到了阿育王都晓得了，印度了。他呢稍微有点想说要想统一全印度，对不对？他可能在想说，如果能够要变成所有的大家共同的信仰，这样要统一可能也比较方便。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了宗教来弘扬了。这是我看那个日本人呢，他们写的书呢，有记载到这一段。这什么意思？释迦佛的时代呢，把人从哪里来的，地球从哪里来的，都列为在所谓的无记。无记就是佛不回答的问题。因为譬如说举例了，宇宙有边还是没有边呢？对不对？像这种东西，你去研究那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研究了3655天，你也没有答案呢，对不对？释迦佛教存在世间，注重当下。佛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说一支毒箭射在你的身上，这比喻人的痛苦了。那你要赶快想办法把它拔起来，赶快给它涂药，还是要先研究这支毒箭是从哪里射过来的？它这个箭呢，到底上面的毒呢是属于第几级的？是爪哇那边出产还是日本还是印度的？ 等你到研究完了这些东西，你已经死翘翘了，对不对？所以佛教很注重当世今生。可是佛法就算慢慢的发展起来的佛学，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因为从佛法里面的因缘说，我们今天一直把它发展到今天，仍然符合今天的科学。所以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先行者，他就讲了，他说佛学是哲学之母，哲学的源头了。研究佛学可以补助科学之偏，科学弄错了，佛教还可以把它纠正回来。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他说全世界的宗教里面，我最赞成的是佛教。梁启超也讲，佛教是自信而不是迷信。那爱因斯坦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有一句话也是跟佛教相关，可是据说是误传啦，就是如果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但是这句话可以稍微打个折一下，因为这句话好像不是爱因斯坦本人讲的。我是深信不疑的。那爱因斯坦本人的想法好像是他只是反对人格化的神啊。当然啦，但是这个众生常常希望他们的教主不是像佛教的教主那样，还要他的信徒自己去实践力行，才能成佛，才能享受那种解脱的快乐。他们都希望他们的教主把他们救到天堂，
他呢马上就变富有了，他马上就变快乐了，他马上就变不会死了。佛没有这个能耐那么这也就是佛教的特色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想着。记住基督教敢那样讲，因为你是上帝造的，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附属品所以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便宜的事情对不对？而佛教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样讲起来，佛他所觉悟的境界，你如果没有亲自去做，对不对？亲自去实践力行，你永远不能了解，你永远不能达到像佛那样解脱自在的快乐。OK， 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那听了这个视频以后，那么能够呢，多多看佛学，对不对？那么多多呢去体悟佛法。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呢那样复杂去听，那就多多听我们的视频吧。不过我们的视频呢比较简单，比较扼要，主要是对社会大众。那么再讲一句，主要是对跟林老师有缘的人讲的。希望我们今生能够共解佛法的缘，都能从佛法里面找到那个生命的钥匙。包括我们今天的题目，人从哪里来？你听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坐下来干嘛？去回想。还想不通，对不对？再听2次吧。2次听不通，听10次。我告诉大家了。OK， 我心经以前呢看不懂的时候，我连看35次，真的。我心经呢全部把它改写做字注解呢，曾经前后有5次。所以呢，我认为看不懂再继续呢去看，听不懂继续再听。我认为说对自己来讲一点呢都不吃亏，也不会有害，不会有害就像有利而无害。谢谢。 OK， 好，那我们这集人从哪里来，人最早从哪里来，就感恩好好的去思考去体会好，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再见，感谢林老师，后会有期，谢谢，下期再见，拜拜。大千世界雨很沙，我就在乎脚踩这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大千世界雨很沙，我就在乎脚踩这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万劫轮回，珍惜今世头人间。生死相许，善永现前无云深。佛法传世漫漫3000年，自觉觉他不离世间觉，珍惜今世头人间。善有现前无云深，佛法传世漫漫3000年，自觉觉他不离世间觉，珍惜今世头人间。善有现前无云深，我行我道，祈愿跟随佛来学。我心向往，祈愿皈佛座下。我行我道，祈